小米、OPPO、vivo 這三家今年的 Ultra 影像路線幾乎完全不同，而且都在走一條別人暫時跟不上的路。先從討論度最高的小米17 Ultra 說起。這台機器最大的爆點只有一句話：行業首發2億像素連續光變潛望長焦。注意是連續光變，不是切焦段。參數上看，小米這顆長焦用的是2億像素 1.1/4 英寸大底傳感器，等效焦段覆蓋75毫米到100毫米。但真正可怕的不是參數，而是結構。它用的是 3G+5P 雙浮動鏡組，簡單說就是3組玻璃鏡片同時參與工作，一組負責變焦，一組負責對焦，一組負責光學補償。這意味着什麼？意味着你從75毫米拉到100毫米是真正連續、真正無損的，沒有中間切換鏡頭，沒有畫質跳變，也不靠算法硬補。你在拍什麼的時候能感受到？比如演唱會、舞台、人像特寫，你可以像用相機一樣慢慢推焦距，找到最舒服的構圖，而不是咔一下跳到下一個檔位。而且根據目前的說法，這項技術獨佔到2026年，就算到了2026年，可能也只有小米一家能用。有意思的是，我看爆料評論區有網友問，獨佔到26年是不是獨佔6天？可能只是在開玩笑哈。從結構複雜度來看，這玩意確實不是短期內誰都能抄的。如果說小米是在把相機塞進手機，那 OPPO 的思路完全不一樣。OPPO 的 ULTRA 是目前唯一的2億像素4攝加雙潛望方案，而且重點在一個數字10倍光學變焦，不是混合，不是裁切，是實打實的光學10倍。這意味着什麼？意味着你在拍遠景、建築細節、舞台遠端人物時，不需要靠高像素裁剪映襯，直接就是乾淨的畫面。潛望的好處也很直接，一個負責中長焦，一個負責超長焦，各自都在自己最舒服的光學區間工作。所以 OPPO 的 Ultra 更像是遠距離拍攝專用機。如果你經常拍演唱會、體育賽事、野生動物，或者就是单純喜歡把遠處的東西拉到眼前，那 OPPO 這套方案實用性會非常高。最後是 vivo 的 Ultra。vivo 這次走的路線其實最反參數檔，它沒有搞1英寸，也沒有搞連續光變，但它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，把主攝固定在35毫米，2億像素35毫米等效焦段，定制光學全大底3攝。35毫米是什麼概念？這是人文攝影裡最經典的焦段之一，拍人不誇張，拍景不疏遠，街拍、紀實、日常記錄都非常自然。而且 vivo 這次是全大底3攝，不是只有主攝能打，超廣角和長焦的底也都不小。實際用起來，你會發現它更偏向隨手拍就好看，不用想太多，不用糾結用哪顆鏡頭，不用反覆切焦段，構圖容錯率非常高，沒有誰絕對更強，只有誰更適合你。看到這裡，你更期待哪一家？你覺得連續光變、10倍光變，還是35毫米主攝？哪條路線才是未來？評論區聊聊你的答案。如果你想看後面哪一家的實拍解析，點個關注，我們接着深挖。